战家是真正的豪门，底蕴是有的。二叔说道：还早，你赶紧上楼去午休，睡上半个小时也好。工作繁忙，中午能够休息一会儿就很好了。若是不休息，下午上班就需要喝咖啡撑着。二叔觉得还是少喝咖啡好一点，多休息。二叔，我上楼休息了，等会儿战月会来接我。我的车停在医院里，他送我上班。二叔笑道：放心吧，他既然说要送你上班，没有接到你，他不会走的。那小子是比林医生要殷勤很多。曾二叔在心里对比了一下，觉得还是战月的胜算较大。小雅拒绝了林医生数次，二叔感觉到林医生开始打退堂鼓了。而且在小雅拒绝后，林医生除了会来诊所等着，都不知道去医院接小雅下班或者请小雅吃饭。虽说会被小雅拒绝，但刚开始追妻时，女方一般都会拒绝的，不能因为被拒绝就放弃啊，总要追一段时间的。有些人追妻花上2-3年时间才能让女方答应呢。林医生从表白到现在都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竟然就打退堂鼓了。曾二叔在心里叹口气。曾小雅上楼去休息了，曾二叔继续闭目养神。而被他寄予厚望的林医生，此刻正陪着父母坐在他家里的客厅聊着天呢。本来今天他也是要带母亲去医院检查的，由于父母来得太晚了，他没有提前帮母亲约到号，就改为明天了。他也是帮母亲挂了曾小雅的号，想让母亲再和小雅相处一下，哪怕是短暂间，也能让母亲知道曾小雅和何月华的区别。上午林家诊所没有开门，他带着父母在管城玩了半天，给父母买了不少东西，到时候让父母带回老家的。除了给父母买，兄弟姐妹以及一些特别亲近的亲戚，他都买了礼品让父母带回去的。父母嘴上说又让他破费花那么多钱，脸上却满是欣慰，觉得他孝顺实做人，生活好了，依旧没有忘记老家那些亲戚。毕竟当年供他读书，跟这些亲戚借了点钱帮他交学费的。诊所不开门，何月华自然也不用上班，他跟着林家3口去逛街购物的。林母其实挺喜欢何月华的，觉得这个女孩子能干，也会照顾人。虽说曾小雅的家世好，儿子也喜欢曾小雅，可是曾小雅不会像何月华这样对待林家人。林母想得多，她想到以后的事，如果儿子成功抱得美人归，以后他们这些人进城看病，或者是想在儿子这里住一段时间，估计要看曾小雅的脸色。曾小雅工作又忙，她不可能像何月华这般照顾他们，更不可能买菜做饭给他们吃。要说过日子吗？她是喜欢何月华的。要看家世吗？当然是曾小雅更好。但他们每次进城来，曾小雅都没有主动来看过他们，更不要说给他们买礼物请吃饭了。此刻他们一家3口坐在沙发上聊天，茶几上摆放着2碟切好的时令水果，以及一些糖果饼干，这都是何月华准备的。而何月华还在厨房里清洗碗筷，他买了很多菜，烧菜也好吃。知道林母血糖高，体贴的另外做了几道适合林母吃的菜，这般的细心体贴着实让林母喜欢。阿健呀，你看看月华买菜做饭后，现在还在厨房里洗碗筷搞卫生，这般勤快的女孩子不好找了。她又细心体贴，每次过来她都会单独给我做几道好吃又适合糖尿病人吃的菜。妈想了一夜，觉得你还是选月华更好一点，也更适合你，更适合我们家。林父也说道，我和你妈想的是一样的。虽说曾医生的家世背景好，但人家不喜欢你，对你没感情，哪怕你真有办法娶到他，他对你对我们都不会太好的。我们又是农村的，人家内心说不定会嫌弃咱们。我和你妈经常进城来，哪一次曾医生主动来看过我吗？哪一次给我们买菜做过饭吃？连请我们去吃饭都没有过。见到我们也就是客客气气的打声招呼。
那是对客人的客气，不是对自家人的自然。那是因为他心里没有你，对你一点爱意都没有。因为他不爱你，也就不会对你的家人好。你娶老婆不能只考虑你自己，也要考虑我和你妈结婚，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，而是2个家庭的事。他瞧不起我们，也会瞧不起我们的亲戚。以后你带他回老家，说不定会得罪亲戚，坏了我们的名声。林母接话，他未必肯跟你回老家呢。你若和他在一起，以后过年过节要回老家，说不定只有你一个人回去。阿健呀，现实差距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，我们要有自知之明。虽说你现在很不错了，爸妈都为你骄傲自豪，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知道你这点成就在好家世的女孩子眼里算不得什么。林母继续说到，月华就不一样了，他家里条件跟我们以前差不多，不能说很好，但也不能说差。他老家也在农村，与我们家才是门当户对。不是他们做父母的不希望儿子娶到更好的，是他们看得清现实。就算你和曾医生结不成夫妻，但你们是学长与学妹的关系，你放下了对他的感情，你们保留着学长学妹的关系。以后需要他帮忙的时候，你找他帮忙，他难道不帮吗？父母说什么，林医生都是听着不说话。他知道何月华更得父母的欢心，因为他是真的对父母很好。每次父母进城来，都是何月华帮他照顾父母。父母没有来的时候，也是何月华3不5时过来帮他收拾屋子，打扫卫生。小雅在他自己家里都鲜少干家务活吧，他家里都请有保姆阿姨做饭做家务的。小雅也是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买菜做饭做家务。爸妈，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。他也未必能追得到小雅。昨晚和战月聊了一下，他的心更凉。他心里也清楚，小雅不接受他的感情，与战月无关。林父林母都点了点头，好好考虑一下，这是你的人生大事，与你后半生的幸福挂钩的。以后你老婆对我们好不好倒是次要的，毕竟是你们过日子，你结了婚，肯定是留在城里生活，偶尔才会回老家。我和你爸也是长期留在老家生活，老得走不动了，还有你兄弟姐妹照顾，倒是不会麻烦你们太多。所以你主要为自己考虑，无法两情相悦时，就选择最爱你的那个人，因为他爱你才会对你好，包容你的一切。选你爱他不爱的，吃苦受委屈的人就是你了。林医生若有所思。何月华洗好了碗筷，也将厨房收拾干净，才脱下了围裙，从里面走出来。月华，辛苦你了，买菜做饭给我们吃，还洗碗。林母招呼着何月华过去坐下休息休息，脸上满是笑容。何月华走过去，林母悄悄地拍了一下身边的丈夫，示意丈夫移一下位置，给何月华腾个位置能挨着儿子的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吃水果呀。何月华很自然地在林医生的身边坐下，伸手就端起了一碟水果，递到林父林母的面前。水果都被他切成小块小块的。我们吃。林母接过那碟水果，你也吃。你忙碌了大半天，每次我和你叔过来，你都忙里忙外的，我和你叔都要不好意思了。那是我该做的，也没做什么，就是买点菜做做饭，这些事情我每天都要做的。就算林父林母没有过来，他很多时候也是自己做饭吃，鲜少会叫外卖。做饭做得多了，他的厨艺就越来越好，林医生就越来越喜欢吃他做的饭菜。母亲和他说过，叫他要苦练厨艺，养熟了林医生的胃，早晚能将林医生拿下的。何月华不仅养熟了林医生的胃，连他父母的胃都差不多养熟了。叔叔阿姨，下午还出去玩吗？何月华端起另一碟水果，他用一次性的叉子叉起一块果肉，递给了林健，他才自己吃起来。林父林母看着这一幕，很是满意。这个女孩子真的是满心满眼都是他们家阿健。
对阿健那叫一个体贴入微啊。虽说家庭条件不怎么样，现在他的工资几乎也是给回家里面。在他们老家，女孩子婚前打工赚到的钱，大多数是给回家里的，算是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所以他们能够接受何月华现在将工资交回家里去，这能说是伏地魔。婚后若是还时时刻刻想着娘家，有什么都往娘家拿，工资照就给娘家，那才是伏地魔。何月华和他们说过，他结婚了就不会这样做了，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就是以自己小家庭为主，自己生活条件很好的话，娘家需要帮助才会帮一下。若是自己都过得一般般，他哪有能力和多余的钱财来帮扶娘家？不回去啃娘家父母兄嫂就不错了。下午就不出去了吧，走得脚累死了，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天吧。林母拍了拍自己的腿，人老了，腿不用了，走上大半天就累得不行。平时在家里种点菜，种点田地都没有那么累。林父也说道，我们就不出去了，出去总是花钱。看看上午你和阿健给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每次过来你们都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带回去。虽说大部分是儿子出钱买的，不过何月华也买了些。阿健，你诊所今天不开门，下午也还有时间，要不你带月华出去走走吧，散散心。你们天天守着诊所，想必也没有时间出去玩。林母提议。何月华看向自己的老板，眼底有着期待。他是想和林医生出去玩的，哪怕是周边自驾游，只要能和他一起，他就开心。林健默了默后说道，也不知道去哪里。月华，你想去哪里玩？去海边怎么样？我好久没有去过海边了，想去海边玩，吹吹海风，吃吃海鲜，我挺喜欢吃海鲜的。中午做的菜也有虾，不过仅仅是一道虾。海鲜太贵，他平时是很少买的。就是虾，也是林父林母过来了，他才舍得买上1-2斤。听到何月华说要去海边玩，林母眼神一亮，对老伴说道，咱们也好久没有去过海边了，要不咱们跟着去。阿健，就去海边玩半天吧。妈也想去海边游泳，吹海风，吃海鲜。林父林母都会游泳，父母想去。林健说道，那下午就去海边吧。去海边车程有点远，现在就出发，晚上在海边找家酒店住上一晚，那样不用太赶。明天一早就回来，我带妈去医院检查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收拾一下，要拿2套换洗的衣服。林父林母很开心地放下了水果盘，回房里去拿衣服。何月华在这里是没有换洗衣服的，虽说他经常过来照顾林医生，但从不在这里留宿。他很爱林医生，也不会厚着脸皮来在这里过夜。除了那天晚上他喝得大醉，他才在这里住了一晚。不过他租住的地方离林健这里不远。林医生，那我也回去收拾2套换洗的衣服。林健嗯了一声，你去吧，收拾好了就在你楼下等着就行，我会直接开车到那里接你。好。何月华满心欢喜地走了。哄好林父林母对他还是有帮助的，这不，他终于能让林医生带他去他想玩的地方了。哪怕林父林母也跟着，但是他先提出来的。林医生答应了，意义是不一样的。看着何月华满心欢喜地走，林医生心里极不是滋味。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后，才打电话给曾小雅。这个点小雅应该午休起来了，准备上班吧。曾小雅是刚午休起来，准备下楼去。战月提前10分钟就在曾家诊所门口等着他了。接到林学长的电话，曾小雅没有犹豫，就接听了他的电话。他是不爱林学长，一次次拒绝了对方，但并不想撕破脸。他们做不成夫妻，还可以做朋友，可以维持着校友之情的。